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一本科幻书籍《莱博维茨的赞歌》。这是一本预言人类核战后未来的世界。据说在20世纪后半叶呢，全世界爆发了一次毁天灭地的核战争。这个时候呢，地球布满了怪物，人类诞下了畸形儿，文明不复存在。一位学者呢，就将自己毕生所学呢带进了一所修道院当中。这所修道院呢，也就成为了人类保存仅剩知识的庇护所。经过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轮回呢，文明的悲剧再次上演。只有对文明不灭的信仰，才能够抵御一次一次的沦亡。这是一个悲痛的轮回。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核战后的文明。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在20世纪后半叶呢，据说上帝想要试探人类，因为人类已经变得和诺亚时代一样，傲气冲天。而上帝就命令那个时代的智者呢，其中包括一位叫做莱博维茨的学者，让他们研发一种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破坏力极强的战争武器。这样强大的武器的内部呢，暗藏了地狱之火，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核武器了。上帝派这些圣贤呢，将武器送到了各国的国君手中，并对每一位国君说呢，因为您的敌人拥有这种武器，我们将其赠予您。这样呢，他们就知道你也拥有这样的武器，于是呢，就不敢争斗了。届时呢，你的敌人如今将害怕你，正如你害怕你的敌人一样。没人会发动我们制造的这种可怕武器。但是国君们将智者的话抛在脑后，各自思量，心里都想着，如果我发动这个武器足够快的话，足够隐秘的话，我就能够在他人睡梦中将他们毁灭，没有人会反击，地球呢将会是我的。于是呢，这群愚蠢的国君发动了武器，而烈焰灭世呢随之降临。自第一波地狱之火被释放之后呢，数周之内城市都成为了玻璃的泥沼，巨大的碎石林立其中，国家呢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地面覆盖着密密麻麻的尸体，还有其他千奇百怪的生物，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里爬的，甚至是藏匿到洞穴中的，都难逃厄运。经历了病痛的折磨呢，最终灭绝了。他们的尸身漫山遍野，愤怒的烟火呢吞噬了森林和田园，让树木凋零，庄稼枯萎。然而在被辐射照过的土地上呢，尸体长时间都不会腐烂，只有接触肥沃土壤的尸体呢，才得以逐渐的分解。曾经生机勃勃的土地呢，如今寸草不生，一片荒凉。幸存的人们呢，也都被毒物所害，病痛缠身。即使有人死里逃生呢，也都留下了终身的伤痛。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从一个地方呢逃到其他地方。当时他们语言不通成为问题怒火就引向了国君们以及制造这些武器的智者们。时间呢，一年一年的过去了，但是地球上呢，仍未得到清洁，因此这一切呢，都被清楚地载入了一本叫做《大世纪》的书中。语言的融合，多民族幸存者的混居，以及战争遗留的恐惧呢，这一切在一起就生成了仇恨。当时满怀仇恨的人们就说让我们砸死那帮罪魁祸首，烧掉他们的作品，烧掉他们的名字，烧掉关于他们一切的记忆。然后呢，教我们的孩子认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将不会知道之前发生过的一切，让我们把历史简化，那时候世界呢将会重新开始。于是呢，相继就出现了烈焰灭世、辐射、瘟疫、疯狂、语言混乱和愤怒之后，血腥的大屠杀也开始了。一些幸存者呢，将其他的幸存者撕裂肢解，他们杀死了统治者、科学家、管理者、工程师。而疯狂的首领就宣称呢，所有让地球变成那样的人们呢，全部都会被猎杀。在这些暴徒的眼中呢，有学识的人是最可恨的。开始呢，是因为他们曾为国军服务，后来呢，则是因为他们拒绝加入大屠杀，还试图反对暴徒，称他们是嗜血愚蠢的。他们又把人类带回到了黑暗的时代。为了躲开一群群愤怒冲天的暴徒呢，这些幸存的有学识的人就逃到了各个愿意收留他们的避难所。而神圣的教会呢，也提供了庇护，将其藏在幸存的修道院里。暴徒们对宗教呢还不那么憎恨，但若宗教公开反对暴徒的话，就要接受到殉难。有时候这些避难所起了作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没有的嘛。有些修道院也会被入侵，文字记录和神圣的书籍呢都被烧毁，而避难者呢也被揪出来杀死了。大毁灭的运动开始后不久呢，就不再有任何的计划和目标了。人类变成了一场疯狂愤怒的大毁灭。这些事情呢，只有在社会秩序完全丧失的时候才会发生。而疯狂呢，还传给了孩子们。孩子不仅没有被教导遗忘，反而被灌输了仇恨。
因此直到烈焰灭世后的第4代呢，暴乱呢依然还有发生。而在那个时候，怒火的对象不再是有学识的，因为他们已经灭绝了，所以目标就转移向了仅仅识字的人。莱博维茨呢，当时就逃到了天主教的西多会，在烈焰灭世的初期呢，他一直藏在那里。6年以后呢，他往西南出发踏上了寻妻之路，希望能够找到他的妻子或者是他的墓。但是这一次呢，他不得不确认了他的死亡。那一片他即将要去的土地呢，已经被死亡完全覆盖了。在那里的沙漠中呢，他默默宣誓，然后便返回了西多会，领取了修道符，出家了。几年之后呢，他就成为了一名牧师。他聚集了几个同伴在暗中提出了保护文明的建议。又过了更多年呢，这些建议慢慢传达到了罗马，并非是灭世以前的罗马，那里呢已经不再是一个城市了，而是搬到了别处。提出建议的12年之后莱博维茨呢就赢得了教皇的批准，去建立了一个新的教区，并创立了通过偷藏、抄写和保存书籍文化的莱博维茨教团。这个新的教区的使命未被宣布，开始的定义也很模糊。当时的说法是为了大毁灭的这代子孙后代呢，保存人类的历史，免于大毁灭这代人的文明消失。按照分工的不同呢，当时的成员被分为运输者和记忆者。而运输者呢，就是负责运输至西南部的沙漠，将它们装进小桶掩埋起来。而记忆者呢，则负责消化整卷历史、神圣文件、文学和科学作品，以防一些不幸的运输者被抓住拷打，逼问小桶里藏匿的地点而销毁掉嘛。同时呢，新教区的其他成员呢，则扎营于藏书地点3日的路程的水坑旁，在那里呢开始修建修道院。这个工程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目的呢，是从想要毁灭的文明的人类幸存者手中呢，抢救出一小部分人类文化的残骸。有一次到莱博维茨轮值做运输者的时候呢，他被一个暴徒给抓住了。一个便捷的技师呢，居然指认了他，说他不仅仅是有学识的人，而且还是个武器专家。在训教之时呢，绞使呢用绞索吊起了他呢，并将他烧死。一些书筒被发现也一起被焚烧。疯狂平息之前呢，修道院本身就遭遇过3次的攻击了。之后呢，这一波害人持久的疯狂终于结束了。人类博大的知识宝库中只有几小桶的原版书籍和少得可怜的记忆者的手抄本幸存了下来。被收藏的修道院里面呢，如今经历了6个世纪的黑暗时期。教团一代一代的修道士呢，在莱博维茨死后呢，继续抄写修道院的藏书，完成文明的传承。修士们呢，依然保存着大事记，研究、抄写、再抄写和耐心等待。他们等待着某一天，几个世纪之后，一位集大成者出现，将一切断层的文化呢都融会贯通。修士们静待着，他们不在乎储存的知识是否有用，其中很多内容呢，如今已经称不上是知识了。有时修士们研究起来呢，完全是无法理解的。这些知识缺乏系统的内涵，它的主题很久以前也消失了。不过呢，这种知识本身依然有一种符号结构，起码能够看得出这些符号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想识别这个知识系统如何织就呢？至少要了解一些基础知识嘛。但时间长短并不重要，大事记呢就在那里，它被赐予了责任，保护它。即使黑暗在这个世界上再多笼罩1000年，甚至10000年，哪怕是生于那个黑暗时代的他们呢，依然是受福之人，莱博维茨的运输者和记忆者。直到如今呢，每次他们要从修道院出发远行，每一位修道院的成员呢，上至院长，下至马夫呢，都要随身藏起一个书卷到铺盖里面。6世纪以后呢，一位叫做弗朗西斯科的年轻修道士呢，在莱博维茨的修道院实习。一天呢，他在修道院附近的沙漠中找到了一片古老的建筑群，而如今呢，只留下了残垣断壁嘛。可是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呢，弗朗西斯科对这一片的遗迹呢，十分感兴趣，于是就在这周边进行了研究。而无意之间，从一块朝圣者留下的石头下呢，他就发现了一处小小的黑洞。弗朗西斯科知道这个废墟历史悠久，他也知道呢，自古以来有一代又一代的修士和异乡人呢经过这里。有人就在此地搜集大块的石头，有人砸碎大块的石头和石柱呢，获取一片一片古老的金属。那些金属呢，被古人奇妙地嵌入石头中，而他们的那个年代呢，几乎已经被世界遗忘了。人类的活动呢，一点一点地将古代的遗迹腐蚀成了如今散乱的石堆。人为的破坏呢，致使古遗迹面目全非。传统上呢，人们将这些废墟归为史前文明，而修道院的建筑师依然能够觉察出并指出一处处高层建筑的废墟。废墟内部呢，还隐藏着许多残片和金属块。而弗朗西斯科呢，在黑洞旁呢向下望去，因为在他们的修士中流传着一个谶语，就是
避光之处呢，必有异物。虽然洞中现在没有寄居者，但明天天亮之前必定会有生物钻进去。再者呢，就算洞中有异物呢，白天去探索呢，也一定比夜里安全得多。于是呢，他就下了一个决定，想要进去。弗朗西斯科呢，就开始清理洞口的沙石。可是半个小时之后呢，洞也没见大多少呀，但仍可以确定下方是有一个洞穴的。他就发现有2块不大的卵石呢，紧挨着洞口，而卵石的大半呢是深埋在沙土里的，明显是被太多的压力挤压在一起，看起来呢就像卡在瓶颈。他就像又撬了一块石头，而弗朗西斯科的撬棍呢，突然就弹出了手，恰好敲在自己的脑壳上，接着落入了地洞中无影无踪。直到他的小腹呢坚硬地接触了地面，他才确定自己掉了进来。起身之后呢，他环顾四周石阶旁边的一面墙上露出了被掩盖一半的标识，字体依稀可辨。弗朗西斯科利用自己掌握极其稀有的灭世前的英语呢，一字一顿的低声念道：辐射幸存者庇护所。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踏上了这古老的台阶。房间的另一端呢是一扇金属门被石头封得死死的，上面的字母写道：内仓密闭环境，下面写着警告标语。于是他再三犹豫呢，没有打开这扇门。而让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呢，这里居然有一些文件或者是书籍，这些在当今这个时代呢，可谓是无价之宝了。令他惊喜万分的是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手提箱中呢，他就找到了一本叫做《备忘录》的小书。他急不可耐地翻开了本子里面有一份黑底白线的蓝图。虽然他看不懂这份图纸但是蓝图的右下角印着一个名字，电路设计人呢莱博维茨，正是那位创立修道院的圣人莱博维茨。于是弗朗西斯科不敢耽搁呢，飞快地赶回修道院，将这个惊人的发现就递给了院长。他也因此脱离了见习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修道士。然而弗朗西斯科却不愿意再做抄写百科全书的工作了，他提出要抄写他发现的这份莱博维茨的蓝图。于是他花了好几个月重画大事记中的一些老旧的副本，才敢去碰莱博维茨蓝图。他一点也不明白，为何古人要用白色的线在黑色的背景上作图呢，而不是反过来呢？因为他曾经在白色的背景上用黑色的线描绘一幅图纸比这个黑底白线显得更显眼但他想到古人可能要比他聪明无数倍嘛，既然他们这样做就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于是呢，弗朗西斯科开始抄写文档，尽可能的接近原作。莱博维茨的蓝图呢，好像一幅抽象的画，毫无魅力可言，也没有任何条理。他研究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闭上眼睛也能够看到复杂的系统。但比起对图的理解呢，他依然一无所知。一年又一年呢，时间平静的流逝。过了15个年头之后，这个弗朗西斯科终于绘制出了一幅精细的镶着金箔的莱博维茨的副本。同时他收到了一个喜讯呢，就是教廷呢同意将莱博维茨封为圣人，并邀请弗朗西斯科带着这个原图和副本呢前往新罗马参加封圣仪式。于是他就想把这个副本当作私人礼物呢献给教皇，但是去新罗马呢至少要花费3个月的时间。为了防范恶徒呢在半路抢走莱博维茨的这个副本，弗朗西斯科就戴了一只黑眼罩遮住右眼，因为有些人呢都迷信那是邪恶之眼，不会靠近。就这样全副武装之后弗朗西斯科就遵从教皇的召唤而出发了，去面见最为神圣的主教和统治者利奥帕帕斯21世。然而事情呢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在路上呢，他遇到了一群暴徒，并粗鲁地抢走了他花费15年时间绘制出来的副本，要求他呢用200克的金子来赎。不过好在呢原版并没有被抢走。弗朗西斯科吃尽苦头呢，终于就到达了新罗马。教皇感谢他15年的劳作呢，那些光阴呢都因为保存这份原稿而花费，所以赏给了他200克黄金。于是这个弗朗西斯科兴高采烈的就带着这包金子来到暴徒的藏身之地呢，想要赎回自己的心血。可是他呢没有等来自己的副本，而突然呢从丛林中飞来一支利箭，正中他的眉心。他和他的副本呢就一起被埋在了沙丘之下。时间呢前进到了32世纪修道院呢还一如既往的在抄书。然而在修道院外的一个新的文艺复兴呢正在开始。一个新兴的王国德州阿肯色呢就雄心勃勃地计划着把分散聚居的一个部落统一起来。国王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科学家塔德奥呢就来到了修道院查询书籍，并观看一个修道士呢重新发明发电机和电弧灯。时隔12个世纪科学的光呢再次照亮了人类的世界。他就很惊讶，他在此地这么多年，此地居然藏了这么多的宝藏。在大事记中呢所保存的是关于上一代文明的伟大记录。他就看到了那时候的物理学和天文学都高度发达，
这样一个高级的文明啊，为什么会被毁灭呢？塔德奥呢就开始大肆的宣扬他的观点。他说明日世界呢将迎来一位新的国君，有理解力、通晓科学的人呢将伴随其左右，而宇宙呢将见证其的伟大。他的名字呢就叫做真理。他的国土呢将覆盖地球，人类对地球的统治呢将登上新的台阶。再过1个世纪呢，人类将会乘机器鸟翱翔于天空，金属车呢将沿着人造的石路呢一路驰骋，而大楼呢将会高达30层，船能够海底航行，一切工作呢交予机器完成。他坚信修道院中的知识呢能完成这个愿望。于是呢，塔德奥呢要求院长将这一科技发明带到了外面的世界，造福更多的人类。然而呢，却被院长拒绝了。院长深知上一个文明毁灭的原因就是人类无止境的贪婪。此时将这一成就公之于世的话，恐怕又会重蹈覆辙。而修道院呢，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将这些文明的碎片重新拾起来。因此，他拒绝了塔德奥的请求。与此同时呢，塔德奥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国王做军事侦察。所以呢，他们悄悄得到了这一些科技的记录。而院长呢，在这一期间还拜访了附近一个山上的老隐士，讨论当前政局对修道院的影响。然而王国重新统一北美大陆呢，已经是大势所趋。那一年呢，大平原的游牧民族中出现了一丝文明的萌芽。一位国王呢从东方而来，跨马横刀，征疆掠土，占为己有。那是人类纷争的一年。这一场人类浩劫呢，会再次陷入循环反复，还是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呢？在人类历经艰难熬过核战之后文明发展再一次来到了更高的水平，人类再一次进入了科技的时代。时间呢来到了38世纪，曾经的黑暗时代呢已经过去人类不但重建文明，而且将其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星际航行呢成为了现实，而且全世界的2个超级大国德州阿肯色呢和亚洲联盟呢是处在冷战时期并随时可能擦枪走火，使用轻武器的边缘。一位女记者呢就发现，在太平洋的某处地区发生了一次核爆炸，而德州阿肯色的国防部长呢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坚决地否认在太空布置了武器，并强词夺理地指出他们是在用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在执行轨道运行，这可能又是一场核战争一触即发。而莱博维茨的修道院的新院长长泽奇呢，在就任期间，修道院已经变得和上个世纪几乎完全不同了。抄写员们不再用墨水笔和羊皮纸抄写了，而是换成了自动速记机。泽奇对这种机器十分的厌恶。其他人都认为呢，速记机是一台智慧的机器，能够自己思考。院长则认为呢，思考说明有理性原则，意味着有灵魂。一台所谓的思考机器还是人造的，怎么可能有理性的灵魂呢？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复杂。战争之后呢，又是战争；文明过后呢，又是文明，仿佛是一个圆圈一样，永无止境。无可奈何之下呢，修道院就启动了一个逃离地球计划。据说部分的教徒已经离开地球，远居于其他的星球，永不复返。与此同时呢，修道院的修士们测量到了地球的辐射量正在上升，会发出一个100万吨级的爆炸信号。随后呢，德州阿肯色的政府报告说亚洲联盟内部出现了核事故，一个城市被毁灭，是一个叫做伊图湾的灾难，是一场100万吨级的地下核爆炸。这显然是某种实验室完全失控的结果。然而国防部长闭口不谈，不承认那是核武实验，甚至声称自己没有听过近期有什么核爆炸，这让全世界的人们都惶恐不安。当时的修道院长长泽奇呢十分的绝望，他说：“我们难道真的没有救了吗？难道我们地球人就注定要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吗？这次的兴盛和灭亡的循环永无止境，难道我们别无选择吗？只能如凤凰一般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吗？”当时的亚述、巴比伦、埃及、希腊、迦太基、罗马、查理曼大帝的帝国还有土耳其都已经归为尘土，满目疮痍。而西班牙、法国、英国和美国呢，淹没在了茫茫的时空里，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不久之后呢，院长泽奇也就接到了指示信众远行计划的最新内容就是逃离地球计划，并且立刻启动该项目。于是他们就开始选拔骨干，3日之内离开，用一艘星际飞船呢，送小批的信众和教士呢去半人马座阿尔法星殖民地，以保证呢，即使地球完全毁灭于核战呢，也能够实现教会的延续。这一计划最初是要将几位牧师连同一批移民呢送往人马座的主星移居，但没有成功，因为任命牧师呢需要得到主教的首肯，而第一代移民移居后呢，将来还需要输送更多的牧师，一直要如此。于是这一问题就发展成了一场争论。
那就是这一些移民的队伍能否持久呢？如果地球不再输送牧师了，如何确保这些移民能够将这些传统继续传承下去呢？移民的群体规模其实很小，但自从上一次世界危机以来呢，逃离地球计划就成了紧急计划，准备着当地球厄运降临时呢，移民星球上的教会得以保存。他们还有一艘星际飞船和能够操纵战舰的一帮人，就藏在修道院之中。这么多年以来呢，一代又一代的修士们致力保护着早已逝去的文明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如今修士们见证了一个更新更强的文明拔地而起，而古老的任务呢已经完成，新的任务呢已经找到，而历史呢被庄严陈列于玻璃的橱窗，供人敬仰。但今时呢已不同往日了，修道会呢理应顺应时代的潮流进入了铀、钢铁还有炫目的火箭时代，与星际动力的转换的低迷一道翻转前进。起码在表面上呢，修道院已经与时代融为一体了。吟诵声中呢，身着长袍的众修道院士们各自站在各自的位置上。这个组织呢，其生命延续了70代人之久。今夜的气氛呢，异常的紧张，像是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有什么重大事情要发生一样。而院长呢，就宣布了应对空袭和导弹袭击的注意事项，并点出了27个修道士的名字。想来呢，他们就会被带到另一个星球来生存。在这折磨人的一夜呢，大西洋联盟居然袭击了亚洲联盟的太空设备。在迅疾的火炮回敬中呢，一座古老的城市死去了。第二天清晨呢，国际法庭就签发了停火协议，对两国的政府首脑剥夺政治权利，并判处死刑要求缓期执行。一旦双方不服从命令呢，就立即执行。两国政府呢，由此才接受了停火协议。因此这一冲突呢，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在那场冲突中呢，大西洋联盟的太空部队袭击了远月端的3处亚洲导弹基地，并完全摧毁了敌人的一个空间站。而亚洲方面坚称呢，最近伊图湾发生的核热灾难呢，是大西洋发射的导弹而造成的，伤亡人数呢达到8万余人。因此呢，炸毁德克萨卡纳城呢，只是血债血偿的复仇。这个消息呢，就使得修道院的计划快马加鞭的执行。教徒已经选好，此事呢准备就绪，成员们将搭乘一班飞机呢飞往罗马。如果此时此地看不到希望，教会们就把视野放到更远的地方，希望也许就在人马座的主星上。这并非是地球的希望，而是让人类的灵魂和存在呢有容身之处的希望。对地球抱有过多的希望呢，使人类试图将其打造的伊甸园直到接近世界末日，他们才彻底的失望。院长看着天上的星星呢，如今已经有人在那里定居了。那些人抬头看到的是陌生的天空和陌生的太阳，呼吸的是陌生的气体，耕作的是陌生的土地。有的世界呢是天寒地冻的赤道胎原带，有的世界呢是热气弥漫的北极丛林。也许有点像地球，但起码呢足以让人们在那里努力的生活下去。移民到地外星球的人类呢，他们的数量其实很少。这几个人类的移民点呢，也是艰苦经营的，极少得到了遥远地球的帮助。而如今呢，也许更是什么都提供不了了。他们的伊甸园呢，甚至还不如曾经的地球。也许对于他们来讲呢，这正是一种幸运。人类为了自己建造了天堂，越完美呢，他们就对其越不耐烦，对自己呢也越来越不耐心。他们建造了欢愉的花园，花园日益富有、强大、美丽，他们则越来越可悲、凄苦。当世界陷入黑暗和悲惨呢，只有人类坚信完美世界的存在，并热切地渴望着。然而当世界充满了理性财富之光辉时呢，他们却日渐的挑剔、狭隘、怨恨世界，不再坚信，也不再渴望。于是呢，他们将再次毁灭地球。文明开化无所不知，如今呢，却要再次被撕裂了。人类又将在悲惨的黑暗之中怀抱希望取暖。泽奇送走了那一批登上飞机的修士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太空之中要待上好几年，星际飞船呢就是你们的修道院。等到人马座移民区上建立起了主教教区呢，你们要在那里的山上修立起莱博维茨修道院，而这艘飞船和大事记呢，会一直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如果文明哪怕是其一丝的遗迹得以在人马座延续的话，那你们就可以派使团去到其他的移民世界布道，也许最终呢就能够渗透到那些移民世界的所有分支。只要有人的地方，你们以及你们所继承的人就可以去。那4000多年的记录和回忆呢，始终会伴随着你们。你们将会成为传教士，或者是成为流浪者，去向太空的人们教授地球辉煌的历史。那么文明才可以在移民群中慢慢的生长。因为有人可能会忘记，有人可能一时丢弃信仰，要教导他们，引领那些受到感召的人们
让这一切呢在他们的身上延续下去，让人们记住地球，记住来处，不要忘记它。但是呢，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一旦你们回来呢，可能会在地球的东端撞见大天使，手握着烈焰之剑把守入口。我有预感呢，今后太空就是你们的家了。比起我们的家园呢，那里是一片更孤独的沙漠。上帝会保佑你们，为我们祈祷吧。飞机滑入跑道呢，呼啸着冲入了云霄。院长凝视着直到他离开了视线。在上帝的安排之下呢，一场新的出埃及记再次上演。而留守在地球上的修士们则容易得多，他们的职责呢，就是等待着末日，并祈求末日不要到来。修道院呢，现在被大量的核武器的幸存者所占据，受到了严重辐射地区呢日益增多。而政府设立了包括安乐死服务和临时的医院，他们只处理情况最紧急的病例，而最严重的病人呢，则会被送到安乐死中心。但院长泽奇呢，出于信仰的原因强烈的反对安乐死。他说，地球已经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了。当第一艘星际飞船以工程图的形式诞生时呢，很明显，除了政府呢，没有任何的机构有能力、有资金来建造。然而，亚洲的统治者首先发射飞船送出移民，于是呢，各国发射星际飞船的活动呢，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打着反种族主义的旗号呢，黑人、棕人、白人、黄人呢，都纷纷的送上太空，送往了人马座。然而，这是热潮呢，只是昙花一现。后来，遗传学家展开了古怪的论证，因为各个种族的人群数太少除非他们的后代相互通婚，否则的话，会因为在移民星球近亲结婚而导致恶性的基因突变。当时的社会就开始批判教会，说星际飞船呢，本来可以运送渴望土地的难民移民去太空，然而却被用来运送教会的权贵了。当晚呢，地球的核战居然爆发了，修道院呢被炸平，泽奇的半身被压在了瓦砾之下，只有一只胳膊还是自由的。爆炸的冲击波呢，炸开了地下室，他看见了石头里面凋零散落着几块骨头，最后他把它们抠了出来，那是一个头骨，只是头骨的额头上呢有一个小孔，里面有一片干枯半腐的木头伸了出来。头骨看起来呢相当的古老，地下室里不会埋别的吗？只会掩埋本修道院士的尸骨。这正是那位用了15年的时间绘制莱博维茨蓝图的弗朗西斯科修士的头骨。院长泽奇呢默默地想着用手指在这个头骨上画了一个十字。他说，你承受了那么多痛苦他们却报以这穿眉一剑。即使有人拥有了无穷的力量和武器，也无法变成神，只因他们没有无穷的爱。泽奇院长的眼前呢慢慢的模糊起来，在经历了新的宗教觉悟之后呢，他带着对飞上太空的那些修士的祝福就死去了。当全球出现蘑菇云的时候呢，教会的飞船升空了，他们一边唱着歌，一边抱着孩子们走进了船舱。他们起劲地唱起来，为了驱散孩子们心中的恐惧。随着地平线一处轰响呢，歌声戛然而止，万里无云的天际呢，涌出了一团一团烟云。撒旦的烟云呢，越积越大，越滚越浓，恐怖的蘑菇云呢，覆盖在了云层，像在地球被囚禁数载的巨人又缓慢地站了起来。世界的荣光从此消失。随着一声尖锐的哀鸣星际飞船冲入了天际。文化并非永恒，它们可以随着一个种族或者时代的消亡而消逝。那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类会经历毁灭吗？如果有那么一天，人类最终会苟延残喘呢，还是会再次的站起来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